Hello， 大家好，我是猫猫。没想到在我身上亲身经历了一场农夫与蛇的故事。本来我不想这么早来公布我相机被偷的后续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的相机现在还在警察局，我怕中间再出什么意外，我拿不回我的相机，所以我想的是等我把相机拿回来到我手上之后，我再来全部给大家就是分享这个详细的故事的。但是我没想到现在事情已经发酵成这样了，那我就来给大家详细说说吧。3月初的我刚抵达桑迪巴尔岛的第一天，在路上就偶遇了一个叫叶子的姑娘。她说：哎，你是张猫猫吧？她给我的第一面，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姑娘，然后挺热情开朗的。经过聊天才知道，她也是一个环球旅行3年的小姑娘。她跟我一样去了很多相同的国家，也同我一样去爬了乞力马扎罗。当时的我只觉得我这是遇到了一个志同相合的人。记得她那时候跟我说，我在桑迪巴尔岛待了4个月了，我对整个岛都特别熟悉，什么不懂的你都可以来问我。然后在聊天过程中，她也跟我讲解了许许多多关于桑迪巴尔岛的一个攻略。听说我喜欢就是去探索一些当地的人文风情，也提出了第2天带我去感受当地的一个风土人情。当然出于礼貌，在出发之前我也请他吃了一顿饭，也就是视频里面你们之前看到过的我们一起去吃的那一顿日料。日料结束之后，他就带我去了当地的一个达拉达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当地市场，而且他也挺有耐心的，带我几乎逛完了整个石头城。有了第1天的一个愉快的相处，第2天一早他又提出带我去一个更当地的鱼市。这2天相处下来，我对他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而且经过聊天我才知道他就住在我青旅的隔壁，隔壁的那家青旅呢是她男朋友开的，而且我住的青旅的工作人员也在他一次次的热情的打招呼和灿烂的笑容里面，也慢慢的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于是他每天都是不打招呼的跑到我青旅来找我3次4次甚至更多。当然有时我也因为我在剪视频而拒绝了他的邀约，我也说没事，如果你来之前你可以给我发信息。他只是回答说没事，很近的，我过来就行了，就当多运动。后来我的朋友们也来到了桑迪巴尔岛游玩，他便十分热情的提出这边能玩的地方我都去过了，我可以带着你们去玩。于是接下来的几天的行程也都是他带着我们，但不论是交通还是吃饭还是游玩的费用，我们都没有让他掏过1分钱。后来我和我的朋友就商量，干脆我们一起租个车环岛游吧。一开始他是想去的，当时我就说那太好了，这岛上的住宿这么贵，你要是能去的话，咱俩能一起 AA 房费，那就太好了。然后他就说这个岛我已经环了好几次了，那我就不去环了。但是在当天我收拾行李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相机被偷了，而且我只是从青旅的3楼到1楼吃个早餐的功夫，就这么短短的10几分钟，相机就不翼而飞了。要知道我在这家青旅已经住了半个月了，里面相处的人相对也比较熟悉了，然后平时相处也是比较愉快的一个这样的状态。比如说有次我睡觉不小心翻个身，把我的手机掉在了地上，人家可以直接叫醒我，告诉我的手机掉地上了。由于这个青旅是没有柜子的，所以一般只有出门的时候我会把我所有的贵重物品都带上，但像去上个厕所呀吃个饭呀这样几分钟的时间，我一般都是没有那么注意了。很多粉丝就说你选择住青旅，东西不看好，你活该，这是你自己的责任。对，当然有我一部分的责任，我出去我应该随时随地都携带好我的贵重物品，包括我去上个厕所。但是我已经环球旅行2年多了，这2年多期间我住过的青旅不下200家，除了在印度被偷过1次不到100块钱，几乎我在青旅遇到的人都是不错的，大多都是像我一样背着包长途旅行的背包客。在我发现我相机被偷后，青旅的小哥还有我的室友都提醒了我，在你去吃饭的时候，叶子直接来了，他又走了，而且走的时候匆匆忙忙的。但当时我对叶子的一个印象还是不错的，或许有一部分是来源于他朋友圈里面晒的各种5星级酒店、奢侈品牌，还有一些名贵的护肤品。
所以第一反应就会觉得肯定不是他偷的。而且隔壁商铺的老板又跟我说，这家青旅今年已经经历了3次偷盗事件，1次不了了之了，2次在报了警之后呢，钱又找回来了。这无关于种族歧视，是在非洲黑人偷盗真的是一件很常见的事。于是乎，我提出我想要报警，但青旅的员工强烈建议我不要报警。有一句话就叫当局者迷，当时他越不想让我报警，我就觉得这里面难道有什么猫腻？最后我如愿的报了警，警察也来到了这家青旅，搜查了这家青旅，带走了当时去过我们房间清理过的工作人员。当然这件事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因为什么都没有搜到。这个时候我的朋友发现我丢了相机，心情实在不好，就提出要不我们去北部散散心吧。在玩了一段时间过后，我回想起来，当时我在警察报案的时候，我忙着写笔录，这名叫叶子的姑娘不停地给我打语音，不停地打。但后来得知我去散心后又不闻不问。我又回想起我这个室友在临走前对我的再三叮嘱，让我一定要小心这个叫叶子的女孩，所以我对她慢慢起了一点疑心。当时我是得知了她去东部的一个朋友家，离开北部的我便直接去租了一辆小越野，一路向东，就准备去找她。到达东部的第一天，她声称她很忙，没时间跟我见面。第二天我又到达了她住的村子的附近的路口，等了她将近4个小时。4个小时之内，我不停地给她打语音，她一个都没有接。最后在我跟她说我已经在这个地方等了你4个小时了，于是她给我发了个定位，你来这儿接我吧，我们一起去我朋友的餐厅里吃饭吧。但这次她见我态度好像有了180度的一个转变。在我还没有来得及跟她对峙的时候，她便急急忙忙地去坐公交车离开东部，要回石头城。后来与她这个开餐厅的朋友聊天才得知，原来我对她的好在她眼里一文不值，甚至还在背地里说了一堆不堪入耳的话。我这才知道，原来她心里特别瞧不起我。她平时穿得很光鲜，我穿着乞丐服出门买东西还要讨价还价，她觉得很丢人。当然比这个难听恶毒的话还有很多。也得知了这个女生没有表面上的那么光鲜亮丽，她社交圈里面晒的5星级酒店只不过是过去拍了个照片，留了个定位，打个卡而已。她平时十分拮据，环球旅行也都是到处免费蹭住，而且她还有过偷盗的前科。当天我就在微信上直接找她对峙，而且拉黑了她。只是相机的这个事情苦于我当时没有证据，也只能这样不了了之。后来我又继续踏上了环球旅行的道路。在我旅行2个月之后，后来我的朋友小 A 和她的老公来到桑吉巴尔岛度假，聊天中意外得知这个名叫叶子的姑娘竟然住在她租的房子里。于是我就把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情况跟小 A 说了说，也提醒小 A 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这个时候小 A 就去清点他住过的房间，结果发现丢失了20美金。然后我又向小 A 问道，叶子在你家住有没有带索尼相机呀？这时我朋友居然直接跟我说，有啊，他有2个索尼相机，一个便宜的黑卡，还有一个很大的看起来很贵的大相机，而且这个大相机他天天都背着出门拍照。当时我心里有一个直觉就告诉我，这可能就是我的相机。于是我就拜托小 A 能不能帮我查看一下他这个相机的一个型号还有焦段。但是呢，当天他跟他的一个迪拜的男朋友去了东部去旅行去了。是我又拜托我的小 A 朋友能不能帮我问问他的这个相机是什么型号的。这时叶子告诉他的答案是，这是索尼的6500。当时我觉得好像哪儿不对，于是我又把我相机的照片发给我的朋友。我朋友说，对，他用的就是跟你丢失的这个相机一模一样的。后来我想起来，手机可以看到照片所有的信息，叶子也拿着这台相机给我的小 A 朋友拍了不少照片。于是我让我的小 A 朋友发了一张原图给我看，照片的一个信息直接显示的是6600，相机的一个镜头的焦段是18到135，这跟我丢失的相机所有的信息是完全吻合的。要知道这个相机的镜头不是标配的，是我当时在卡塔尔的机场买到了
他那个店铺里边最长的一个焦距的镜头，是我单独买的。买这个镜头只是为了要来非洲拍野生动物的，再加上他骗我的小 A 朋友说他这个相机的型号是6500的时候，当时我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找到我的相机了。